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耀阳啊。受很多网友的委托，我出2到3期视频，给大家把巴基斯坦好好的讲一下。上集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巴基斯坦的文化禁忌啊，也说了他这个到底能不能在巴基斯坦找个老婆。好，那么这一集呢，我们接着说，在巴基斯坦，去一趟要花多少钱？这个呢，就要联系到当地的物价了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，是游客，是外国人，我们的花销通常和当地本地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首先要了解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当地的物价，还有它当地人的这个消费和收入。那么当地人的收入大概是多少钱呢？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因为高的啊，你说特别高的啊，哪国都有，这个我们属于个例，给它刨出去。我们说工薪阶层吧，工薪阶层通常大概是600到1200块钱，600到1200。那么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工人啊，你是一个普通工人，刚学徒刚入门的时候，通常你的收入就是在400-500、500-600左右啊。以工人为例啊，以工人为例，如果你是已经出师了，师傅自己独立能完成一些技术工种了，比如我在拍摄这个Advance，就是那个大个儿的时候，他的收入就是在1000块钱左右啊，就在1000块钱。他原先的工作大概只有700，但是最后我们在走的时候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技术工人，他差不多这个位置就是在25000卢比左右。那么除了他，也有人问说，女人的收入大概是多少呢？一般的巴基斯坦女人是不工作的，如果她们要工作的话，收入也会比男人低。比如刷碗啊，我们雇一个刷碗工，一天刷3遍碗，然后呢刷1个月，这个大概多少钱呢？这你们肯定想不到，大概是8000卢比，8000卢比就是300块钱啊，差不多也就是300块钱左右啊。说是非常的低，甚至我听说过有80到100块钱就找了一个女人给刷碗啊。那么他们收入这么低，那他们的物价是不是低的？他们物价分2种，一种是他们吃的，一种是我们吃的。那种普通他们吃的，我在拍摄买菜的那一集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往前翻翻啊，买菜那一集，他们的蔬菜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便宜，但是这种蔬菜的价格只限于在那种自由市场去买。我记着当时啊，买的我都已经慌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钱，我也听不太懂他说什么，我就不断的拿，我想到底看看是多少钱啊。这个洋葱拿那个大秤就搓啊，各种菜就搓，买了7-8袋子，这么大袋子7-8袋子，人民币60，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他们的牛肉呢，我去了一下他们最大的超市啊，大概是带骨头的550一公斤，就差不多是10块钱一斤啊。他们那种小碎骨头的，你要说纯肉的话，差不多是12块钱一斤。羊肉翻1倍，差不多是这个20块钱左右一斤啊，比我们中国要便宜可能2倍甚至更多啊。猪肉就不能说了啊，因为它这个是穆斯林国家啊，所以他们有禁忌。那么我们去到底要花多少钱呢？首先我们刚才说了，第一个吃的，如果我们作为游客来讲，我们没有做饭的这个时间，因为我们要出去玩嘛，对吧？没有做饭的时间，同时也没有做饭的场地啊，没有场地，那么我们吃是怎么办呢？大街上吃一顿到底要花多少钱呢？如果你去古城里去吃街边摊儿，我拍摄过很多的这种街边摊儿啊、苍蝇馆啊、路边摊儿啊，大概一份的4块钱5块钱左右的样子啊。有一个那个鸡腿饭啊，就是我当时说了一个叫尘土炒饭啊，旁边就过汽车啊，非常这个不太干净的环境啊。完了吃这么一个炒饭，大概也就是有一个鸡腿是6块钱啊，如果不要鸡腿的话，只有3块钱的样子，非常的便宜。但是如果我们去吃，我经常我的视频里说过啊，吃这个他们著名的叫卡拉伊，咱们要小锅炖羊肉啊，还有这种羊肉的烧烤，这就会非常的贵，这也非常贵，基本上能吃掉他们1周的薪水啊，基本上在3到3800卢比1公斤，就是他们一锅啊，这一锅俩人吃的，半公斤是1个人吃的，也就是俩人吃饭，基本上你要花到在这个就点一个羊肉克拉伊的话啊，那也要到160-170了啊。
如果再加几个饼，再加几个酸奶，基本上要200块钱，啊，基本要吃到200块钱左右啊，200块钱左右。所以其实去这种饭馆吃这种它那种比较有名的菜，其实并不便宜啊，就是路边上会比较便宜。那在里边吃的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什么人？他们有的时候，他们1个月啊，或者1周的时候，他们会出去聚一个餐，哎，去聚一个餐，基本上这一顿餐大概花个300到400块钱。但是就7、8个人一起吃的话，哎，就1人50了啊，就1人50。那在巴基斯坦，我吃过几个最好的餐厅，我去过几个最贵的餐厅，在这个伊斯兰堡的山顶啊，这个大家可以划重点啊，伊斯兰堡山顶的有一个餐厅，因为在这个巴基斯坦它是平原。高山山地都在北部啊，都在北部，大部分的地点都是平原，所以他们觉得能俯视看到霓虹灯的，就是特别高端的餐厅。所以在这个伊斯兰堡山顶餐厅，基本上2个人吃一顿饭，吃400块钱左右，200块钱1个人餐标，服务非常好，吃的也都是以烧烤为主的，这是烤牛肠啊，烤这个牛肉啊、羊肉啊、烤鱼啊，这个是他们比较高端的餐厅。在拉合尔也有这么一家餐厅，我也拍了啊，差不多我们4个人消费在460块钱左右，也是吃了满满一大桌子啊，10个菜啊，再加上这个饮料，差不多也就是人均100多，这是他们最好的餐厅了。说了吃食，完了就是住大概要花多少钱呢？这个普通我们游客住啊，比如你看我经常去拍一些我们的住宿啊，还有一些我居住的地点，基本上就是在200到350之间，基本上带星儿的酒店啊，就是说我们去一些边境地方，我们中国人要住带星儿的酒店，不带星儿的酒店我们是住不了的，因为他们当地是有规定的。3星级酒店基本上是在5000卢比200块钱到8000卢比左右，就是200到350，这是3星级，4星级就是400块钱啊，基本没什么特别多的5星级啊，没有什么特别多5星级。如果我们还有一种是我们当地华人开的这种民宿啊，民宿200块钱包吃包住，但是它是按人收费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算一下。环境呢，基本上就是有点像就咱们小旅馆吧，就咱们小旅馆，或者大家租一个别墅，哎，分几间房，哎，如果你要按月租的话，就会稍微便宜点啊，因为游客通常他不会1个月就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了，所以我也没有租过1个月啊，基本上我就按天租，这儿几天那儿几天，这儿几天那儿几天。食住，然后就是行，就是我们当地的车辆啊，当地的车辆，就是说，如果在疫情之前或者疫情之后，可能会有旅游团的，大家可能会便宜一些。现在没有旅游团，我没有腿怎么办？没有什么公共交通，我们坐不了。我们也看到那个车花花绿绿的啊，也不是哪儿都能去，那么很不方便，一定要租车，而且安全。租车大概多少钱呢？车基本上能租给大家就是2种啊，普通我们用2种，皮卡那种就不算了 ，SUV 是非常的贵的。通常我们就是租这种卡罗拉啊，还有一个是风范，这就会比较便宜点。卡罗拉和这个思域是一个档次的嘛，这个价格就会贵一点。那么便宜点，比如像思域的，基本上就是在6万5左右啊，6万5左右，差不多是2300块钱左右，或者到2500块钱左右的这么一个月啊，1个月2500。那租这卡罗拉和思域呢，差不多就是在3000到3500块钱左右1个月，所以其实租车按天来讲不是很贵，大概100块钱左右一天啊，100块钱左右一天。完了呢，记住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含保险，不然一撞了的话会是非常麻烦的啊，非常麻烦的。因为我的车其实在第1天租车的时候啊，就被我的翻译小五给撞了啊，导致我基本上21天没车，就靠打车。打车其实比租车要贵啊，就算我们打这个3轮，总体费用花销还是不便宜啊。说了食住行，那我们现在说游。巴基斯坦怎么玩呢？巴基斯坦北部洪扎就是洪扎啊，还有一个叫吉特拉、卡拉什，就这些地方呢是在北部啊，可以看到雪山啊，还有可以看到 K2的那方向。北部的时候是看风景的。南部呢，通常在平原地区，比如像这个伊斯兰堡啊，像拉合尔啊，就是基本上属于玩的是人文啊，就是当地的人文，还有当地的一些美食啊，什么这个吃饭的饭馆、小脏摊、苍蝇馆这些。到这个卡拉奇呢，主要是海边，
而海边你们也看到了，那海边啊，这个很脏很破。那么这种海边呢是 public beach 公共海滩，但还有一些私人的高端的，海会稍微蓝一点啊。但是你们不要想像东南亚菲律宾啊，像马来西亚、泰国这种，第一很商业化，第二很健全的这种旅游设施，巴基斯坦不存在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所以在巴基斯坦呢，玩的更多的是人文啊，是人文。完了呢，食住行游，加边就是购啊，能买什么东西呢？巴基斯坦有什么特产的啊？基本上它就是坚果来是它的特产。完别的呢，它有一些这种市场小市场有一些纪念品，大家也可以买。最后一项呢，就是在巴基斯坦旅游的时候，到底危不危险？到底安不安全？如何避免一些风险？有没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？下集告诉你。关注耀阳，带你看世界。